Hello， 大家好，我是奥波，我现在在富士山。今天已经结束了我这次的富士山露营，还有3天2夜住在温泉饭店的富士山自驾旅行。现在呢，我要出发到东京市区了。玉电场的富士山超级大，在床头就可以看得到。这次是自驾，除了河口湖以外，还去了很多美丽的地方。其实富士五湖的周边有很多景点，非常推荐大家自驾。用富士山的水占卜。他说他这个水是全年13度，干杯！开动，一个虾，它芝麻的也超浓的。因为呢，你可以看到360度不同角度的富士山，完全看不腻。小富士现在在富士山的左边。我们早上看的是在右边，河口湖大桥也是要看方向从这一侧看得到小富士。富士山很大，通常秋冬看到的几率比较高。一般来说，10月初富士山就会白头，但是呢，这次因为可能地球暖化，所以我们11月初来山顶还是没有雪。你不能一直整它，等下会生气。不过我觉得和秋天的红叶搭配还是很壮阔，红色啊，然后配富士山。我已经收集到春天和夏天，这次的目的就是租着 Jimny 去看秋天的富士山，然后呢在富士山露营，这也是我人生清单上面的事情。这次非常幸运，3天都有看到富士山。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体验不一样的富士山旅行，你应该会喜欢这系列的影片。Let's go！ 我们这一次东京行的行程就是直接杀去富士山，因为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第一天就直接租车开到玉电场住温泉饭店。我有看一下那个见富士山能见度，明后天应该是我们这一次行程最高的，所以我们明后天会去露营。这有充电站，开到玉电场大概也是5、6点，隔天直接去河口湖就很近。Take the ramp to Tokyo. 我们现在要先开去东京市区，快4点了，有一点点微塞车。我们时速现在30，然后限速是100，有时候是120，可是 Jimny 好像开不是很快。天哪，这也太复杂了吧！从市区租车，建议订早一点的飞机，早早出发，避开塞车潮。经过了迪士尼。很多桥的横滨，一路暴雨，我们终于从成田机场开到今天的目的地玉电场。我们现在到玉电场了，然后6点半，总共开了大概3个小时，找到一间居酒屋，生意超好，然后评价也蛮高的。萨卡纳雅居酒屋座位有吧台区和榻榻米，人非常多，建议先预约，不然都要现场候位。东西很新鲜，分量足，价格也不贵。这间店是只能付现金，它东西还蛮多的，然后没有中文 menu， 所以我们是用 Google 翻译。低消是每个人都要点一个饮料。生鱼片、饭团、烤串、茶泡饭、炸物都点得到，是2500日币，超划算的。这么大，500多块，超级多的。我要先吃这个花枝，枝尾。好好吃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鲫鱼吧？还有生虾而且它外面的停车位还不少大概有8、9个，大家都喝酒啊。可是他们也都开车来。鲑鱼的茶泡饭，这很便宜350。就是高汤的味道，鱼的味道很咸。8品的烤肉是综合的，什么都有。里面干贝，外面是培根，难怪这间评价那么高好好吃哦。其实我只是在路上随便乱找但这间真的人超多，很像糯米椒，但是甜甜的。它虽然是1份，但是它每一根都还蛮多的，分量很够。我的芦笋好多汁哦，我觉得这个好酷哦。牛肉，它牛肉有一个海苔的味道我随便点都不雷圆圆的，很像甜不辣还有这种鱼板，它调味都很适中而且它鸡翅很大只它的鸡汁会爆出来，唐扬鸡，
哦，好看，好看。皮薄内多汁，很好吃。那个唐扬的调味很香。点了一整桌，2个人吃了日币7403，超级饱又好满足。它还有这种自己有一个停车位的房型。它一进来，这边是放雨伞的，然后放行李的，这是冰箱，然后这边有一个脸盆，这边就是浴室，也是干湿分离的，连身镜，有水，这也是可以吃的。这个门打开就是房间，有一张双人床，盥洗包，这边有挂衣服的地方。就是这样，小小一间，但很干净。它有一个顶楼的竹汤，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哦。如果天气好的话，它这有雨伞、拖鞋，还有毛巾。然后1楼有公共浴池，小孩的浴衣，好可爱哦。这是阅读室哎，海贼王这么多哎，这应该全集了吧？你接下来会住3天？超扯的哎，这下雨也可以在那边看。然后这泡汤之后可以免费吃的果汁、水果口味的。还有那个脚踏车可以租借，2个小时内不用钱。这里贩卖机东西还蛮便宜的哎，还有微波炉哎。比较特别的是，它有宵夜可以吃拉面。我现在要去吃拉面，走吧。哎，这里也有饮料哎。宵夜时间，然后1个人是限1碗，我以为有吃到饱，结果没有。然后它还有饮料，有咖啡、冰块，还有汽水。9点半到11点。它是酱油的口味，里面有葱、笋丝，还有海带芽。面体是这种紫菜、海菜。我觉得它故意做很咸欸，就没有办法一直吃，但是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大厅有饮料，我觉得这里如果天气好一点很漂亮，因为它很多窗景。然后附近餐厅也蛮多的，主要是离 Outlet 开车也是10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还不错，地点很好，很适合自驾。今天好累哦，而且外面下雨好冷哦，晚上要去泡温泉。这也太可爱了吧！它是要让你拍照的水池欸。今天要去露营，回来一样住兜米，大的行李箱先寄放，明天 check in 再来拿。它这个房型是门口还可以停自己的车，有那个露营椅。昨天太晚来了，只剩下楼上的位置。天哪，出现蓝天了！我该不会成为最幸运的人吧？等一下要去静冈，就要直接去朝雾高原的营地了。明天应该是这几天能见度最高的，所以我们应该会很幸运哦。我现在看到蓝天已经露出来了，好棒哦！第一站先去那个梦之大桥，希望不要下雨。电场，疑似富士山，但现在没有雪，真的无法辨识。我觉得住在玉电场很方便，因为它去河口湖或是去静冈都还蛮近的。我们现在去静冈大概是39公里，开半小时左右就会到了。大部分是走高速公路，不可能我们一到静冈就放晴吧。位于国道139号的梦之大桥是热门的打卡景点，距离车站比较远，自驾会比较方便。如果只想要在车上看富士山，要注意方向，要从桥的南边往北边看，就可以在车上直接看到富士山咯。哇，头露出来了！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大家拍富士山的桥，它就是在这个梦之大桥下面回转道，然后进来。然后呢，我们在中间这里有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它是一个停车场，所以自驾的话可以停在桥旁边，然后从那边走上去拍照。最近都一直下雨，所以这个桥没有人。富士山露出一颗头了。然后上来之后，头就没了，被云挡住。远远看得到，在那个地方，半颗头，时有时没有，在这里。我们现在从梦之大桥要去世界遗产中心，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像池塘的，然后可以拍到倒影，车程20分钟。改装居民的。一直沿着国道139号前进，天气好的话，富士山会一直出现在右边。我们到了富士山世界遗产中心，但是就被这个前间大社吸引了，很漂亮。它1个小时的停车费是200块日币，我们逛一下再过去。好大哦，很漂亮哎。富士山本宫浅间大社，它是日本1300座浅间神社的总本社。传说是为了平息富士山的爆发，所以开始信奉浅间大神。门口的神木樱花树，樱花季的时候有樱花、红色建筑和鸟居，绝对是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来洗个手。浅间大社打卡，这个很有特色的是这个。你也可以花300日币购买孝良签，到永浴池的水屋神社占卜。这种水签是浅间神社的传统，是用富士山的水帮你占卜。把签浸湿，上面的字就会显现。出现了。等签干了，一凹一凸的对折3次，绑在绳子上，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富士山？我觉得那个很好笑要碰到水嘛，它才会显现。但干掉绑上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字了，所以看不见。永浴池的纯净水，据说是富士山的雪融化，经过10几年多层熔岩过滤的长途旅行，最后在永浴池涌出。哦，这水好清澈哦，这也有鸭子哎。水质清澈见底，传说可以去除厄运，小鸭也懂这个玉林水的浪漫。我们现在到这个停车场，然后它是在遗产中心的对面，比较近，叫做神田川观光停车场。这里的计费是3个小时200块日币，也可以走得到我们刚刚去的那个浅间大社。那这样你只要付1次200块。停车场对面那边就有一个超市，这边有一个厕所，很干净。出来停车场，然后它这边就是这个鸟居很大，前面这条商店街就是最热闹的。富士山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在鸟居这边可以直接拍到，但是现在被雾完全遮住了。最佳拍照点是就是它对面这个马路，那边很多人来拍照。富士山世界遗产中心外观是交错的木条到山形的设计，前面的水池刚好形成一个富士山形状的倒影。这个里面要门票，成人门票300日币，里面有互动展览和观景台。天气好的话，也可以看到富士山哦。江江，它前面这边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那种浅的水池，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拍到鸟居下面的倒影。后面是富士山，也是一个拍照点。就在前面这个方向，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吃东西。哦，到了，这么近，走路大概2分钟吧。
香香就是这里，里面有一些小店家，来吃一下午餐。我看大家都买这间，所以我也决定买这间炒面。这也可以刷卡哎，买了一碗面，然后点的是辣的，650日币。他会给一个杯子，然后你可以去中间装富士山的水。他在吃饭的正中间，我买店家都会给杯子。它这个水是全年13度哎。就是水，很冰的水。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天妇罗的饭团，麻吉，富士山形状。我又买了一个饭团，然后他也给我一个杯子。开动！我本来以为它是烂掉的，就是它是有嚼劲的。哦，好辣哦，好辣哦！辣口味真的超级辣。我本人是很不喜欢吃面，尤其是炒面，但这个炒面我觉得可以，好吃。它有一点柴鱼跟海苔粉的味道，但是它的高丽菜很脆，我觉得很好吃。如果你很怕吃辣的话，那个炒面你就点正常口味，加它那个辣粉。炸虾，看着就很好吃。软掉了，但是味道很好。校外教学吃到这个应该会很高兴。车站卖的冷便当，点这个富士山冰淇淋，很指标性的食物，口味还蛮多的哎。我没有想到这竟然是香蕉口味，算了，我后来还是跟我的口味妥协，点了静冈抹茶跟芝麻，两个我都喜欢。我们今天就是走这种务实派，反正也看不到富士山了，我们就吃好吃的就好。我的静冈抹茶超浓，而且这个480我觉得很便宜耶，因为它给的很重。它芝麻的也超浓的，给它一个可爱的名字，让它想要被买走。春天的富士山是绿色的，火山泥口味，这样我们比较想要买。这边吃完要把垃圾还给他们的店家。Thank you. Thank you. 3, 2, 1, go. Thank you. 富士山露营，请期待下一集。我们接着去看富士山附近还有什么自驾适合前往的地方。我们现在要先去加个油 ，Jimny 的满油箱只有300多公里，现在只剩下80了。这台车也是加 regular 的油，我们把它加满。昨天从富士山东南边的玉电厂开到静冈，今天在西边的朝雾高原附近，准备往河口湖方向前进。沿途都能看到富士山，本人真的很大很大，开车也是种视觉享受。在美景不断诱惑之下，决定停下来，在这里下车。我们在朝雾高原停下来，被芒草吸引的。朝雾高原沿途有不少零星的停车格和停车场，天气好的话，一定要下来拍张芒草和神山的大合照。朝雾高原。接着前往富士五湖，是富士山靠山梨县5个湖泊的总称，分别是有车站能到的河口湖，有天鹅湖称号的山中湖，水质最清澈、容易拍到逆富士的本栖湖，五湖中面积最小的钓鱼圣地金镜湖，还有能划独木舟小船的西湖。我们现在来到西湖，因为这次是自驾嘛，我就想说介绍一些交通可能不会到，但是自驾可以到的地方给大家。这边是西湖的停车场，它位置没有到很多，但是拍照拍完就会离开了，还蛮好停的。对面有很多民宿。我觉得西湖也很漂亮哦。然后我日本朋友说，西湖是属于比较多日本人还有欧美人士喜欢来的湖，因为可能亚洲那个河口湖的资讯比较丰富。其实它还是有办法看到逆富士哦。这边就是轮胎够好的车也可以开下来，因为我们租车说不能开 off road， 所以我们就没有开进来了。
好透哦，没有很冰哎。富士山的水终年13度，是差不多13度。最近都用13度吃喝拉撒睡。西湖这边呢、比较有名的就是它这边可以kayaking，就如果天气好，夏天的话，其实这边会有蛮多人kayaking的。它这里有一个长形的小沙丘，所以你可以走到蛮靠河边的。我们现在就沿着西湖走，一直往河口湖的方向。然后我们的路线是绕着这整个西湖哦，弯来弯去，但是很美，可以一直看到富士山。自驾的好处就是这样子，你想停下来，你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也不用有太多时间的压力。富士山这边啊，大部分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哦，所以呢，我觉得还蛮适合自驾的。那如果你不想要从市区这样开进来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在河口湖租车，但河口湖的好像就没有那种有附露营设备的。我查了几个有附露营设备的都在市区。哇，河口湖！我们找了一间吃下午茶的，现在来到了河口湖旁边湖畔的一间咖啡店，就是那一间小木屋，它叫 Greece， 它也有2个很大的停车场，也很适合自驾来。它有名的是苹果派，哇，后面超美的哎，整个都是红叶，好漂亮哦，就是这间了。现在大概2点，然后它有一些东西有名的都卖完了，所以大家可以早点来。像我想吃这个，如果是没了，然后它这里可以刷卡，也可以现金。我们点2杯饮料加1个派是2035日币。我有点 affogato 了，这是我的最爱。上面冰淇淋有草莓干跟坚果干，是香草冰淇淋，附一个这个 espresso。哇！这个樱桃派是真的超级大的樱桃，然后还有附一个冰淇淋，很像果酱，我觉得很好吃。完全被冻伤还是晒伤，我搞不清楚，手超红的，酸酸甜甜的，它是樱桃果酱的那种樱桃，你知道吗？很像果酱，已经很稠了。然后派皮是温的，里面的馅也是，然后配这个冰淇淋冰冰的，冰与火应该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屋台，这边有卖一些吃的，然后也是有2个大的停车场，有超级多贩卖机。然后这边呢是一个休息站，它有卖一些特产，然后洗手间。它还有一个充电位，然后也是面湖，前面的落叶飞起来超美的，很多露营车哎，然后看到我们的同伴的一台 Jimny。我看很多人都去后面买东西，然后到这个湖畔这边吃，这条路超美的哎，我觉得大家自驾可以来这边走一走。然后它下面就是一整片。有湖，有草地，有山，超漂亮的。如果不是自驾的话，这边也有周游券可以到这一站。这个公园呢叫做小海公园，看到有那个船，它那边是可以租船的。小海公园最迷人的就是这一大片草皮，被山和水包围，四季有不同的风景，非常适合散步，或是买点心来野餐，就这样发呆1个下午都不会腻。哇，他们这样骑脚踏车其实很惬意，但是有被碾压的可能，很可怕，这路好窄。我们现在经过河口湖大桥，然后它在施工，所以有一点点塞车。河口湖大桥也是要看方向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个方向就拍不到富士山，然后后面也拍得到。想要开上桥就能看到富士山，记得要从美术馆往大池公园的方向前进。超大，巨大，很巨。但方向搞错也没有关系，一下桥一样能看到超大的富士山。这边都是招牌不能太显眼，跟草金一样。这个 Family Mart 也是这个颜色。
现在枫叶季，然后里面停车费有点贵，所以我们决定直接去大石公园。前面就是富士山欸。我们现在到了大石公园，这停车场很大哦，但是车也是超多的。好，来开始找。眼睛要很尖哦，不然会找不到位置。我从早上日出看到这样，要快日落了，太夸张了！这是怎么样的幸运？这边最有名就是可以看到一个超级正的富士山。大石公园绝对是河口湖热门的打卡景点，因为可以看到湖景和富士山全景。人很多，但自驾也不用担心，停车场也超级大，流动率很高。四季有不同的花季，是个不用门票就可以拍上好几张美照的地方。现在是秋天，可以拍到红色的波波草和富士山。富士山、波波草，还有我。我每天都在 YouTube 看这边的 live， 我今天看到本人了，你知道吗？我们会出现在那个 live 上哦。我每天看就是人在这边走。富士山的岩石公园旁边的礼品店也可以找到很多现买的富士山造型伴手礼哦。这才怎么那么便宜啊？600块，营地卖950很多纪念品。这好可爱哦，这是放蛋的超可爱的。露营杯1500块，隔壁那也很可爱隔壁那还可以吊。还有这个杯盖也超 Q 的一个富士山。还有杯垫，我们最近已经喝很多了，它感觉没有13度啊，它感觉20几度，这好可爱哦。坚果，现在是枫叶季，所以这边都是要有料的停车，管制人数，超多人。这边右边。后面是 mountain， 晴空市集。本来要去河口湖大桥正面迎向富士山，结果导航把我们带到桥下的停车场，意外发现这个拍富士山倒影的绝佳位置。回转重新上桥，我们要上河口湖大桥了。发现经过的车一直看我们的 Jimny， 这次出的车有车顶帐和车边帐，实在太帅太吸睛了。你知道很多开过去的时候都一直看我们。黄昏这个方向有点背光，我觉得最出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大晴天的早上。这有好多吃的 ，supermarket。左边是河口湖车站，这个 Lawson 是大家拍的。接着，我们一路看着富士山往玉电厂的方向前进，准备去 Outlet 大买特买。昨天到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360度的富士山巡礼。这里有一个 Lawson而且也是咖啡色的。从河口湖开车到玉电厂，我们选择走收费的路段，单趟大概740块日币。不塞车的话，一路看着富士山45分钟就会抵达。其实我们 ETC 用蛮多的，前面又是富士山你就不认真开车吧，一直看这富士山。也有一条无料的山路，会经过山中湖，山路不会太蜿蜒，但时间会多半小时左右。ETC 的花费，下集租车露营会整理分享给大家。这是玉电厂。原本要住这个，后来改成 Domi Inn 了。现在要重新 check in Domi Inn， 这次订的是升级版的大房型。这一间房间是比较大的双人房，玄关这边可以挂衣服跟放行李，洗手台下面有冰箱跟一个煮水壶，还有杯子，柚子口味的蛋糕。这边是厕所，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房间。传说中可以看到富士山的超大的双人床。
像这样现在被挡住了，但是很大富士山真的很大一个可以剪片的地方。然后这个电视，刚刚还有原来晚上能见度变低就是这样。这边还有一个沙发区，很大，可以在那边看电视。这个晚上差不多是4000多块，双人房，一个人2000多。还有泡汤，宵夜有拉面。然后我们这个是没有早餐的。耶，我们要去玉电厂逛街了。玉电厂的富士山好大哦。这里停车要停 P7， 因为它有超多停车场。玉电厂 Outlet 非常大，分很多区，光停车场就有27个。经过这个桥就会到另外一区。建议先查好想逛的品牌，停在最靠近的停车场，不然还没买到东西就已经走到腿软了。它总共有3个区，超级多牌子。这边有一间那个 Hotel Clad， 就在这，它可以直接走来逛 Outlet。这里的 information。轮椅跟娃娃车，还有借充电的，还有优惠券这是那个睡衣牌子的咖啡，开心果口味。这间 Gelato Peak Cafe 在往 Hotel Clad 的空桥旁边，推荐大家吃个冰淇淋和薄饼，缓解一下已经逛得很累的腿。这里有很多异国连锁餐厅，今天已经走超过2万步，就近选了 Outlet 里评价最高的 Shake Shack， 点了一个鸡块、薯条，然后经典还有一个是鸡肉口味的 barbecue sauce。来玉电厂逛完之后就随便乱吃一个素食，就很满足了。等一下再开10分钟回去泡汤。天气好跟天气不好也差太多了吧？哦，富士山那个地方，山顶在那。Dormy Inn 最大的卖点就是富士汤和富士山。天气好的顶楼搭配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幸福的开启一天的旅程。天气很好的早上，到顶楼足汤享受富士山。顶楼就有提供拖鞋和毛巾，超贴心的。我自己就穿洞洞鞋。不过位子只有4个，可以早点来，避免排队哦。要帮忙弄虫跟落叶。饭店的床头就能看到超大富士山，富士山图鉴里有几十种富士，逆富士、赤富士、银河富士、黑富士等等，你们最喜欢哪一种呢？我们住了 Dormy Inn 的2种房型，然后我觉得它2种房型东西用的还差蛮多的，感觉连床垫都不一样，然后吹风机的等级也不一样。除了空间以外，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升级的，还蛮有感的。我们准备前往有天鹅湖称号的山中湖啦，车程大概30分钟，天气好的话往左看就可以一路看着富士山。你看我们这一侧看得到小富士。富士五湖周边要收费的道路其实不多，就只有前往五合目和玉电厂会需要收通行费。我们从玉电厂开到山中湖，走了一小段国道，接着就是走一小段山路。五湖很适合自驾，因为附近的停车场几乎都不用钱，不像东京市区停车费很贵，对于自驾来说这里非常友善。山中湖这边有很多小木屋，然后湖畔也有一些住宿可以选，好像民宿比较多。这边很明显的比玉电厂冷。这间是一间桑拿店，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看。山中湖就是传说中的天鹅湖，上面有很多天鹅。山中湖是富士五湖中面积最大的，除了有天鹅以外，还可以搭乘河马水陆2用巴士，从陆地直接开进湖里，近距离的观赏富士山。现在到山中湖了，然后富士山被挡住了，前面就是一整片的停车场。他们都不会怕冷欸。再拍一个就不拍了。这茶就是这个。虽然富士山被挡住了，但湖里面有好多种小鸭和天鹅，看它们在玩水也非常疗愈。山中湖是五湖里最高大的湖泊，但也是深度最浅的湖泊。
天鹅日文是白鸟，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百鸟之滨。OK， 可以跟他们拿饲料，就可以喂天鹅。它为什么都不过来？会站起来，来。在这里巧遇有饲料的日本先生，他很大方的给了我几把。这里的天鹅完全不怕人，来场天鹅喂食秀。第一次和天鹅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喂着喂着，竟然半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哇，这里面除了天鹅里面还有鱼哎，你这么丑哎！但是它好像眼睛不好。你不能一直整它，等下会生气。每年11月下旬到隔年的2月，在这里也很容易看到传说中的钻石富士。原本我也找了一个山中湖旁边的营地，但看了天气预报，决定下次再来。天气好，一定很美，很出片。我们现在到了旭日丘湖畔公园，它也是山中湖附近的可以看枫叶的一个公园。它停车场很大，有很多个驻车场。我们现在是停在比较靠近水陆两用船的那个1号驻车场。这里很明显比河口湖那边红叶还要多很多，绿色的枫叶。如果红的话呢，这边都会有那个光，然后就会打在枫叶上。山中湖除了有真的天鹅，也有做成天鹅造型的游湖船。天鹅湖号是双层设计，搭船游湖一圈大概35分钟。成人船票1张日币1000块，从旭日丘站出发。我们前面这边就是富士山，山中湖这边也可以租那个天鹅船，然后就在湖上骑。现在很冷，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开，都没有营业。它要开走了。现在那个水陆两用船回来了，它等一下会直接变成一台车哦。它开起来了，它开起来了，它要变成车了，好酷哦！从水上面直接开上来，然后它这一条是它的车道。嗨，拜拜！哇，所以我们刚刚是走在它的车道上哎。除了天鹅船，还可以选搭水陆两用的河马号，就跟河马一样，可以征服水和陆地。车上还有导览，绕湖一圈大概半小时。成人票2220日币，小孩半价。这个很热门，建议要提早预约哦。前面这条整条都是红叶，还有黄叶，很美。在这边散步很舒服。小富士现在在富士山的左边，我们早上看的是在右边。现在从山中湖要开去河口湖，大概是开20几分钟的距离。然后我们打算在河口湖吃饭。其实山中湖这边呢，刚刚有经过，有一条街，也有很多卖吃的跟餐厅。本来有查到一间小座，然后它是河口湖跟山中湖都有店，吃这边的传统面食叫 Hoto。那我们现在决定先去吃更传统的串烧，然后那间叫做山鹿园。在河口湖，这我私心自己很想吃，就决定它一开门的时候去，不然通常都会排队。它是11点开，这整片都是它的停车场，现在只有我们。可以的。可以的。紅富士の前菜です。
stop barbecue. 5 minutes later. Okay. No down, stay 20 minutes. こちらも on the barbecue. はい、こっちがロー、こっちがハイ。这间是河口湖附近蛮红的炉端烧店。炉端烧是日本传统历史悠久的料理。这鱼是活的哎，它还在动哎，会有点残忍。查了一下，起源是在日本东北，以前只有特定的阶级才能享用。店里会有很大的口字形火炉，里面烧着炭火，串着不同食材，有肉、有鱼和各种海鲜。食客可以在炉火前取暖，听着食物烤到噗滋噗滋的声音。没有华丽的调味，通常是简单的盐和胡椒、山椒，等待烤到最佳时刻，享用食物最原本的美味。那是什么？它的套餐这个最贵的是33000日币一个人，还有22000的、16500的，这好像是海鲜。然后我们点的是这个红富士11000，富士8800，山路的是6600，然后信玄5500，然后这边就是单点的。然后有喝的饮料跟酒。餐点的部分我觉得比较一般，但是是个很酷的体验，吃的是一种氛围感。因为我真的觉得还好。接着聊。热爱拍照的人应该都会很喜欢，真的很出片。我的富士山好可爱，很适合3、5好友边聊天边享用。但我觉得对于一家有老有小就不是那么友善。怎么说呢？小孩和长辈没有办法久坐榻榻米，加上自己 DIY， 其实吃的有点忙，因为它不能太久，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享用环境和美食。不小心就会焦掉。那我又要拍又要吃，然后要烤的时候要戴手套，要拍的时候要脱手套，然后要看那个东西有没有熟，然后又要把新的东西放上去，超忙，真的超忙。这里就是要享受这个情境，然后慢慢的放空，我觉得很舒服。只是呢，烤到最后烟会有点大，然后蛮热的。戴隐形眼镜的话，眼睛有一点干。全家吃下来的费用比起一个人就稍高，想要全家体验的话，就要多抓一点预算。他让我拍里面，哇，阿志。但是老板和店员们的服务真的非常周到，有点像去朋友家吃饭的感觉。吃到一半，端上的是热热的博托。这个是我们套餐附的，就是传统的面食后头，然后这边是舀汤的。这边是舀面的，它连食器都很传统。这个是加到后头里面的辣椒，浓郁的蔬菜汤头搭配粗面条，这汤好浓哦。天冷吃一碗还蛮幸福的。You pay credit card or credit card？ Credit card。其实山鹿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建筑是一栋有上百年历史的茅草木屋，有点像是古民家合掌式的那种屋顶。它其实是有2层楼的挑高木屋设计，2楼的木根展示场可以上去参观。哇，好香哦！上面都是木头的味道。一上楼就闻到浓浓的木香，但可能没有什么人走上去看。我觉得2楼的采光蛮好的，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得到富士山。上面是给别人参观的，然后下面才是吃饭的。哦，好酷哦！它楼梯稍微有点陡。我们现在要去下吉田那边的星巴克。买一杯咖啡，这边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富士山，拍个照。富士极乐园，它就在刚刚那山鹿园的附近。这边就是停车场。这间麦当劳也可以看得到富士山，饱和度很低的加油站。
自驾就不一定要在河口湖站附近的便利商店、星巴克或麦当劳排队拍富士山，可以到远一点点的下吉田。天气好的话，一样可以拍到各种连锁店和富士山的合照。可惜我们到的时候，富士山躲起来了。然后它其实是可以看得到富士山的，富士山呢就在这个位置，但是现在被云挡住了。现在出现了头，天气好的话，应该是蛮大一座的，在这个星巴克。这条路上有超级多 supermarket， 然后有一些连锁店，还有药妆店，都有停车场。如果要买东西开车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这条路上把东西都买完。自由落体，嗨，这一支影片呢，就是这一次的富士山4天3夜，真的是360度都看到了。那富士山其实这边的云有时候会很多嘛，可是呢，我就发现我们在山中湖那边刚刚被云挡住了，可是稍微往河口湖的方向开，就完全没有云，富士山又出现。所以可以先去看见富士山那个网站看一下能见度以外，如果说你在河口湖没看到，你可以用 YouTube 的那个 Live 看一下山中湖这边是不是看得到。如果看得到，你就可以马上开过来，反正就半小时的车程。YouTube Live 它有一个播放清单，是各种角度的富士山。我们现在到一间鳗鱼饭，它有一点点像是美食广场那种，1楼是停车场。然后我们现在要去2楼，这边楼下也有很多不同的餐厅。就是这间提多塔，吃鳗鱼饭了。在 JR 玉电厂附近找到一间 Google 4.2， 在 Tabelog 上面也有3.4分的鳗鱼饭。哇，它里面也很复古哎。这间是鳗鱼的老店，已经有40-50年历史的 Hirota， 古色古香的装潢很别致。这里的鳗鱼评价很高，不会太甜，也不会死咸的调味，价格也相对的亲民。它有这种套餐的，然后也有单点，看好像差别是分量哎。柚子的沙瓦，有英文的菜单哎，观光客友善，都是有图片的那种。我们点了一个鳗鱼干，880块日币，它也味道很重哎，很像海苔的那种味道。我第一次吃哎，有一点臭臭。一开始吃这个干觉得好苦哦，但是它其实吃到嘴巴里是会回甘的那种，然后它下面有点脆脆的。这个鳗鱼干就是大人的味道哎，应该只有大人才吃得懂。那鳗鱼干要配酒，不然味道太重。我是点饭少的，然后1份。那汤好好喝哦，萝卜。你看它的鳗鱼，其实我觉得还蛮厚的，不知道会不会吃到刺。这味道很好吃。我上次吃过很多鳗鱼饭，这间真的算排名很前面了。你看它的肉。除了最小份的鳗鱼碗饭加汤，还点了一个分量比较多的鳗鱼盒饭。这间店除了装潢复古，连鳗鱼饭的命名也很特别，分别是信长、家康和秀吉，也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战国3杰。鳗鱼很肥，口感很软绵，有吃到一些小小的软刺，但是是那种咬一咬吞得下去的刺。整体调味和谐，不会盖过鱼本身的味道。价钱和口味综合评比，我给蛮高分的，有经过可以来试试看。开心果控必吃的开心果草莓塔，上面还有颗蓝莓，这个是我全部吃到，我觉得现在第1名。吃昨天没有买到那个草莓好了。哇，对，这其实是我第2次买，这是一间每天新鲜手工现做的精致蛋糕店，超级多居民来买，而且每个人结账都是一整盒。昨天晚上一吃就惊为天人的蛋糕，但是也在昨天留下了一点遗憾。我们现在找到一间甜点店，但是它剩半小时就要关了，在这里就是这间，然后它前面也有几个停车位，大概4个。本来要买草莓塔，结果是我隔壁的那个妹妹，他们就把最后一个买走。玉电厂Outlet逛街逛累了，吃完鳗鱼饭可以再来一个饭后甜点，所以决定推荐一间看似不起眼，但来玉电厂绝对不能错过的无敌蛋糕店。
种类超多，价钱超值，而且非常好吃。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泡芙的，一个抹茶，还有一个麝香葡萄塔，3个买完是日币1468，刷卡是309台币，超级便宜耶。然后这间店就在我们的饭店附近，开车8分钟，大家可以来买。我发现都是居民来买。我现在要来吃这个麝香葡萄的塔，哇，它卡士达打得很好哎，很 Q 的那种。一般我嘴巴葡萄味道好香哦。你知道甜点最大的赞美就是什么吗？不会很甜，因为它本身葡萄就很甜，它下面的酱会吃得到奶油香，然后塔皮很酥脆，再搭配那葡萄本身的甜味，很好吃，可以把整个吃完不会腻。我可以吃得出它全部鲜奶油那些食材是用好的，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好跟坏，人工跟天然一吃就很明显。重点是它价钱很便宜，我觉得很合理耶，也不是说很合理，它有赚吗？这样子。再来，我要吃这个，就是我后来才看到，原来它有抹茶塔，而且这边就在静冈嘛，就感觉来静冈就是要吃抹茶。上面有很像是慕斯的东西，然后一层很像抹茶冻，然后下面有抹茶酱，巧克力蛋糕，这个应该也是有点硬吧，吃蛋糕很讲究的技巧。抹茶是有点带苦甜的那种，它难怪评价这么好，它抹茶味好香哦，纯的那种抹茶，里面应该有那种榛果脆脆的方格饼，其实它的口感也很好哦，好好吃哦！完蛋，我明天想再去买，我一定要买到那草莓，在台湾这一个可能都要卖200多啊。是巧克力耶，非常好吃，非常。大家有来玉电厂可以绕去买，它门口停车位，可以大家一起下去挑。我下次有来玉电厂，我一定会再买。奶油泡芙，然后这应该是他们的招牌，都是鲜奶油。以泡芙界来说呢，这个我要给几分？我想一想，满分10分，应该有8.5。主要是呢，它泡芙不是湿掉那种哦，它还是有一点口感的那种酥皮，然后它上面这一层表皮是有一点脆脆的，口感很好。因为我很讨厌吃那种泡芙整个都湿润烂掉的那种，它这个不会，它这是脆的。然后上面的糖霜粉很薄，所以也不会让你吃的粉一直掉，很甜，这样不会。里面的那个奶油是冰的，它应该是我们买的时候才现挤的，很粘稠那种卡士达，但是奶味很香，我觉得好吃。我们又来买了，我们今天来买草莓蛋糕。隔天前往东京市区的一大早，又去买了一次。玉电厂这里很多咖啡店，但大部分都中午左右才开。退房没地方去，但这就是自驾最棒的地方。本来想在车上吃，后来决定开去能看富士山的星巴克，买杯咖啡配着吃，一样很享受。然后我们今天一样是买3个抹茶跟开心果，还有一个昨天没有买到的草莓。好，我们等一下吃完这个就要杀回东京市区，然后我们跟租车店约在我们的饭店附近，在上野。下一集富士山懒人录音，实现在富士山脚下 camping 的人生清单。从逛超市买一个牛舌，到聊聊日本营地的注意事项，你就要把垃圾全部拿过去那边放。分享露营车和露营设备，所有食物都先放在冰箱里，然后2个枕头，后面是2个睡袋，还有能拍出超级多美照的 chill 露营玩法。连我第一次露营都能够上手，你们就知道多简单了。最重要的是，这次租的 Jimny 是比价过机场周边，包含所有设备 CP 值最高，还有中文服务的店家。行动电源这个是给什么了？就是这个旁边有一个灯，我可以挂在梯子上。对，好，就可以吧。迫不及待的人也可以抢先去发我 IG 哦。用海苔包牛舌。那我们约好下一集一起在富士山脚下露营吧！记得订阅频道，拜拜。今天是在 Jimny 的上面，东西都很齐全，还自己把灯带上来挂。